原来这些钱根本不是我的，我的年薪还是凭空蒸发了好几万块新币，一整大笔股票，1毛钱你都拿不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德，真的好久不见，是一个一直在做人生选择和成长的打工人。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特别是进了科技大厂之后，之前一直有很巨大的疑问，就是公司为什么愿意在 offer 里面或者 bonus 给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股票，却死活不愿意加那么500块、1000块的薪水。结果不到1年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些钱根本不是我的。就你想想看，如果公司连几万块的股票都可以随便送的话，为什么到了现金就这么抠门？难道是公司的数学不好，还是纯粹的人傻钱多？后来我经历过大厂的洗礼，甚至拿过高薪又被裁员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不是公司小气，而是股票其实才是最便宜的薪资。这个影片我就来聊一下我第一次拿到股票的时候，我到底经历了什么。看完了之后，你就会明白大公司的这个制度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和一堆策略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真实的职场成长记录，然后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，记得现在帮我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。我们现在就开始。OK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第一次拿到带股票的大厂 offer 那天的感觉，因为很多中小型公司的 offer 是不会给你股票的，甚至包括大厂，如果你聊不好 offer 的话，搞不好你薪资都会被倒挂，他们会故意给你低的薪资。这个坑我确实踩过，当时候拿到的薪水是远比市场的还要低的，是有点不爽，那个已经是另一段故事了。所以我后面才慢慢的去学习怎么样有效率的谈 offer， 我之后也会分享一下我之前的那些故事。OK， 讲回来，当时HR把 offer 发给我，我打开一看，除了每个月的 base salary 以外，后面还有跟着一个甚至每年几万块新币的股票。我当时候心里就算，如果把这些股票的价值都加进我的年薪里面，我的总年包就是 total compensation 就会直接起飞。所以那个瞬间，我心里确实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是不是发财了？但前2次进去工作了之后，上网找了一些信息，很快的就发现了，其实这些都是公司的计划，不然为什么他不直接给你现金，而是要给你股票？第一次的画面就是所谓的 vest， 我发现这笔钱虽然是在我的 offer 里面，但是我今天拿不到，明天拿不到，甚至下个月也拿不到。公司会把这笔股票分成4年给我，也就是讲，我必须待满1年，我才能拿到真正的第一笔 25% 的股票。那一年里面其实会看着账户里面的数字，今天涨一点，然后明天又跌一点。虽然我知道我是卖不了这个股票的，但是还是会一直看，就是看得到摸不到。有些公司甚至还比较离谱，就是前面年份会给你的股票是比较少的，他们会分着 15%、25%、25%、35%去给你，也是4年，但是他确保了我第1年走的话，我只能拿到 15%， 待满第4年我可以拿到 35% 的股票。另外，你以为只有公司的 offer 里面会有股票吗？天真了，现在甚至有些 bonus 都会夹杂了股票的成分在里面，就是今年的年终奖可能会分这是几年来给你。第一次 vest 就是拿到股票的时候，确实觉得不错，因为那笔一直在 pending 的股票终于是我自己的了。但是因为大环境的变化，如果股票的价格一直跌，你就会意识到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，就是你每天在努力工作，但是你的年薪也会越来越少。明明每天都有认真上班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但是我的年薪还是凭空蒸发了好几万块新币，而且这些都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再加上经历了裁员风波，我才真正了解了公司的这套薪资制度。经历过这些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公司宁愿在给 offer 或者 bonus 的时候给你一些股票，也不给你加薪。其实这个里面有公司精心设计的4个秘密。第一，公司不是在纯粹送你股票，而是在买你的未来。以前我会一直觉得我在替公司工作，但后来发现其实公司一直在慢慢的把我变成他的人。现金他今天发给你，明天就是你的了，后天你提离职，钱还是在你的口袋里面。但是股票就不一样，就像刚刚讲了，它会分着是4年来给你。想一下，如果你在第11个月觉得这个老板很坑，工作太累了，你想走可以，但是后面的那一整大笔股票1毛钱你都拿不到。最可怕的是，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安慰自己，再撑多1年就可以了，再撑多1年。公司是用这一个看着蛮大的数字
来把你的未来4年都绑在他的公司里面。如果你今年的表现很好 ，OK， 那我就在 bonus 的时候给你多一点股票，再绑你多几年。第二，其实公司在拉着你一起赌博。如果你拿着固定的现金，公司哪怕今年是亏钱的，他也照样要发薪水给你。但是如果是股票，逻辑就变了。公司如果赚钱了，股价涨，很好，大家一起可以开香槟。但是反之，如果公司遇到了财务危机，产品失败，股价暴跌 ，sorry 啊，这个风险也会直接的转移到打工人的个体身上。这个时候你的年薪也会缩水。公司其实希望的是每一个员工都去关心股价，关心公司的长期未来，一起共生死的感觉。这样一来，员工的责任心就会直接飙起来，还会更努力的去当牛马搬砖。第三，股票比现金便宜太多了，这个概念很多人都会忽略。如果每一个月公司给你涨薪1000块，那未来每一个月公司都要实打实的从公司银行的户口里面把1000块转给你，永远给下去。但是股票呢？对于上市公司来讲，股票奖励不一定代表今天要拿出同等金额的现金，所以相较于提高你的薪水，更容易设计一个长期的激励方案。而且分成4年来给我们股票，也就代表了这个方案是有期限的，不需要永远背负这个成本，所以对公司来讲，性价比其实是很高的。第四，也是我最喜欢和佩服的一点，股票是可以让员工的基因彻底改变的。有时会发现，在大公司里面，员工看公司股票的价位，甚至比看自己的 code 还认真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的收入是紧紧绑在公司的股价上面的，所以一个原本每天只想着准时上下班的人，都会开始慢慢的希望公司的产品大卖，3个月成功，股票一直涨。我后来发现，股票最大的作用从来不是在奖励员工，而是让员工开始替老板的思考，把老板的思维硬生生的装进员工的脑袋里面。怎么这样啊？所以今天讲了这么多，不是想表达股票不好。股价涨的时候，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它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看看那些大公司，多少人是从它规模很小的时候就入职，直到了它上市，也因为这样成了接近100万甚至1000万资产的员工。我想讲的是，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拿到一个有带股票的 offer， 千万不要像我以前这样只看着那个 base salary， 甚至被倒挂。不开玩笑，在我发现的时候，我确实很想冲过去直接骂杀了。当然，不否认部分也是因为我的无知导致的。但很明显的，如果员工的薪水被严重的倒挂，可能会弄巧反拙，员工的忠诚度肯定也会因为这个而严重被影响。你公司现在有发股票吗？你觉得这种股票的制度好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。因为在科技公司，真正决定你财富的量级，往往都不是薪水，而是你手握的那些股票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公司发股票是因为公司大方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它是一种契约。它告诉你，只要公司越来越好，你就会越来越有钱。你的未来最好继续留在这边，一直努力，再努力，让员工开始像老板一样的思维去上班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制度它就成功了。但是，如果每一个员工都为了公司而拼命努力，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时候，一种可怕的副作用可能就会发生了。下一个 video 会聊一聊年薪100万的上班族为什么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，高薪的背后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东西。如果你也对这种真实的职场探索有兴趣的话，记得帮我 subscribe 一下我的 channel。我是阿德，在记录一个普通人怎么样升级自己的人生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